好被宗主收养，现在只是每天取你点灵血，不感恩戴德还敢反抗，找死啊！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傻逼！傻逼？什么意思啊？快点，还没好吗？耽误了宗主的时间，你就等死吧！别急，宗主今晚亲自来取你的灵核炼药，建明，你的好日子到头了。18年前穿到这破地方，我明明测出是万年难遇的天灵根，但是该死的清虚宗主道貌岸然，杀了我爸妈，还把我绑在这破禁地灌毒抽灵血，折腾的人不人鬼不鬼，现在还想挖我的灵核来给他自己升级修为，做梦！我就是死也绝不让他得逞。快，他自尽了，救他！快救他！好想回家，回到那个人人平等的蓝星，可惜没机会了。检测到强烈精神波动，符合绑定条件，位面穿梭系统激活。警告！警告！宿主生命体征濒临归零，启动紧急续命程序。救命！快救命！有人流血晕倒了！打急救专线！快打急救专线！姑娘，我们是蓝星全域治安司的治安官。我这是回来了，回到蓝星了。姑娘，你身上这么多伤，是不是有人伤害你？别怕，说出来，不管是谁做的，星际公约都会还你公道。治安官，我总算见到你们了。我穿越到一个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被人抓去折磨，现在他们还要挖我的灵根，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穿越！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世界的清虚宗主杀了我爸妈，把我关禁地灌毒取灵血，还要挖我的灵根炼药啊！姑娘，你先冷静，要不先联系下精神治疗中心做个全面检查，说不定是创伤后应激反应。不是幻觉，我真的经历了那些，你们要相信我啊！我们不是不信，只是这些事都超出了认知，精神鉴定能帮你排除隐患，也能更好的帮你。对，有什么事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恭喜宿主脱离危险，位面穿梭系统已绑定，目前能量等级1级，可带导10人进行位面穿梭。我带你们去看看，你们就信我了。穿越到修仙界。快上报，这事太大了。我联系治安司，申请特级处理。我是蓝星星星际安全总署总署长，姓高。高总署长，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总署很重视，还专门成立了特殊小组。现在方便说说修仙界的具体情况吗？那里分2大势力，宗门联盟和皇朝，有能操控法术的灵修，战斗力极强的武者，还有不能觉醒任何能力的普通人。这些都太超出常识了。我可以再带你们去一次，亲眼看看。抓住我！这居然是真的！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高总署长，江兰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他的身体在持续虚弱，就像漏了气的气球，输入的营养液、药物都在悄悄流失。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快，立刻马上通知各部门召开星际安全总署紧急会议。江兰同志的情况和修仙界的真实性已确认，
确认。此次首次穿梭，核心是保障江兰安全，带回检测数据和灵石，各部门自愿申报。修仙界有武者灵修，战斗力未知，只有我们的精英特殊行动组队员能护住江兰同志，还能应对突发冲突。数据采集才是关键，我们的设备能实时分析灵力、灵石成分，少了我们拿回来也是一堆石头。灵石是核心资源，后续开采利用都需要我们规划，这次必须派人跟进，摸清储量和分布。修仙界有灵石，我们也要去。行了，我们对修仙界还不了解，战斗力是底线。就由行动部带1名研发人员去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江兰同志的安全。哈哈哈哈！承让，江兰同志的安全，我们行动部包了。你们的任务只有3个：保护江兰，采集灵力和环境数据，带回灵石。是，保证完成任务。我已经选好锚点，是修仙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村民从不去后山，传说那里有封印着邪神，那里人少且安全。邪神会不会有危险？那只是谣言，用来吓小孩的。而且那里藏着我之前埋下的灵石。好，去吧，注意安全。穿越到修仙界，这里就是修仙界的村庄，就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石头居然还会发光，谁在那儿？出来！没想到给一群闲着没事来找邪神的傻子当向导，还能遇见这种好事儿。上次跑出去被我抓回去，这次又跑出来了，看来又能换不少酒钱。一群没有灵力波动的废物，还敢护着这贱民！大地之力，听我号令，无刺！动手，保护江兰同志！你身上没有灵力波动，怎么会有电？统统清起火热！不能让他念完咒语。这不算违反星际公约吧？不算。下次危险的事交给我们，只是需不需要把尸体伪装成意外人亡？你们还会这个？不用，这世界人命如草芥，没人会管。快收集数据吧。天哪，天哪！这里的空气里面居然有被量化的能量威力！还有，你们看这土，里面的荧光颗粒，在蓝星从来没见过，仪器识别不出来是什么物质。哈哈哈哈！不可思议，这绝对会是科学的进步！哈哈哈哈！对，水，还有水！大发现，一定是大发现！快，我们快回去！我需要实验室，需要更精密的仪器。好。宗主大人，我找到江兰了！废物，竟让他激活传送阵逃了！大人，那群人还用奇怪武器杀了我哥！这种武器要是能装备宗门弟子，宗门联盟算什么？皇朝又算得了什么？传我命令，10名中级灵修，5名初级武甲，立刻出发。是，宗主大人。这是下品灵石，灵修、武者都可以通过吸收里面的灵力增强修为。高宗署长，我们遇到一名原世界村民，想要杀江兰同志。江兰同志，你没事吧？在修仙界，我觉醒了万年难遇天灵根。清虚宗宗主为了增强实力，杀了我在那个世界的父母。穿越到修仙界18年，其中8年里，我都被绑在暗无天日的禁地，做各种人体实验，被日日取我的血喝。他甚至还要挖了我的灵根炼药。放心，江兰同志，非法囚禁、人体实验、恶意杀人，就算是那个世界的皇朝帝王，我们蓝星也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不可思议！这灵石里的能量密度比核能还高！仪器，快拿仪器！
刘主管，现在积极了，之前可不是这样。江兰同志，你说的修仙界有能治病的东西？有疗伤类丹药，轻度外伤吃了能立刻愈合，还有清毒丹，能解大部分毒素。丹药分为1到9品，品级越高，效果越好。听说9品生鸡丹能活死人，肉白骨。江兰同志，能不能带我们去？我们想要几枚丹药。可以是可以，只是7品以上的丹药可遇不可求，1到6品的丹药需要用钱买。喂，你好。我们盘点了现有的可挪动资金，可能有点少。江兰同志，你看看这1000斤黄金能买什么？多少？1000斤黄金？就买1枚最普通的1品丹药就行。不用，1枚金币也就是5克黄金，能换100银币，1万铜币。这些黄金能买很多丹药和修仙功法了。不过这样携带不方便，不如我们仿照修仙界的货币，把黄金做成金币，交易更方便。这主意好，江兰同志真聪明。我知道了，能量转化的关键找到了，突破了，彻底突破了。灵石里的是可控核聚变级离子微粒，我们用均格铆定技术把它锁进了金属里，赋能到了这把 AK47 中。这把枪的单枚子弹能量密度只是下品灵石的20倍，就达到了蓝星现役穿甲弹的1000倍破甲力。能量值才是灵石的20倍，威力居然就达到了穿甲弹的1000倍。要是把坦克、导弹都附上这种能量，其他的呢？只赋能了这1把枪啊，这枪里应该只有10颗子弹吧？设备卡头头啊！要是有更精密的粒子对撞机，我能把能量再翻3倍。还有这些，都是用剩下的能量赋能的。江兰同志，你对准屋里那个保险柜试试。火焰温度8000K， 比太阳表面还高1500K。还有这个电棍的电流达到了10万伏。灵石分下品、中品、上品、仙阶，下品灵石里面的灵力，你们居然就能利用到这种地步？要是仙阶的灵石，那真是不敢想了。是设备不够先进，我们会继续优化，争取下次放大100倍的能量。对了，江兰同志，你就会设备马上给你们准备最好的，必须保住江兰同志的命，不惜一切代价。没事，我相信蓝星。对了，我们手里的赋能武器、电棍、喷火桥等，在修仙界一定能卖高价，刚好用来换丹药和修仙功法。哎，既然我们能转化灵石的能量，那蓝星人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吸收灵力、觉醒灵根、修炼修仙功法？记住，这次去的首要任务是你的安全，其次才是买东西。要是遇到危险，不用犹豫，直接开火。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明白。穿越到修仙界访视。老板，看看这东西能值多少钱？这完全没有灵力宽动，威力堪比终极灵修的全力一击，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还有这个，这可是我请终极炼器师用深海玄铁锻造的，就这么被烤化了。老板，只要您愿意在我们拍卖行寄售，我们不要抽成，而且拍卖行的资源您随便用，或者您要什么丹药、灵石、修仙功法，我都能给您换。那就先放你们这儿，先带我去看丹药和灵石吧。隐身丹，5品疗伤丹，能使断肢重长；缩骨丹能让人等比例缩小到蚂蚁大小；变大丹、幸运丹、语言通晓丹，居然还有变身丹，可以完全变成其他人的样子，完全变成那指纹细胞基因，哈哈哈！牛逼牛逼！这些全是稀有货，多少大宗门抢破头呢？刚才说的所有疗伤、增强、特殊丹药全打包，再拿50颗测灵石，还有你这里的修仙功法，我全要了。快打包！结账。江兰，你这蠢货，杀了我哥还想跑？你们是清虚宗的？当然，你们这群没有灵力的废物，我一定在这里打架打坏东西还得赔。再说这地方也施展不开啊，先换个地方。好，追！这下看你往哪里跑！别废话，动手！动手！就这，黑黢黢的铁管子也敢在灵力面前班门弄斧？早磨清你们有这破烂玩意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布上了灵力护盾。识相的老实跟我们走，不然今天你们全得死在这儿！我要给哥哥报仇！你们做梦！找死！是群攻术法，绝对不能让他完成吟唱。没用的，我们队长可是终极灵修，他的全力一击，你们再挣扎也逃不过一死。换武器！
灵力护盾挡得住子弹，这些东西不知道你们挡不挡得住。催泪弹、烟雾弹、闪光弹、臭屁弹，准备！爆！我的眼睛！什么东西好臭！谁打我？又是小把戏！有本事光明正大较量！兵不厌诈。不过既然你想正大光明的较量，那就满足你。垂死挣扎。明知破不开我们的灵力护盾，还要试。哈哈哈哈哈！老子站在这里让你打，看能不能伤到老子一根汗毛。普通的枪是伤不了你们，但这可是被赋能过的 AK-47，攻击力可是穿甲弹的1000倍。怎么会？3步之外，枪快。队长他距离高级灵修只有1步之遥，这么快就死了，一击就死了。3步之外你快，3步之内呢？你说3步之外枪快，我们都在3步之内了，为什么还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星宿，你是星宿？不好意思，忘了说，3步之内，枪又快又准。救命啊！你说谁是邪修？要么滚，要么下地狱！江兰同志，这个怎么处理？求求你放过我，我就是被清虚宗逼的，我再也不敢了。放你走，给清虚宗宗主带个话，说我江兰要让他血债血偿。一定带到，一定带到。滚吧。这枪打出第2颗子弹时就断了，估计是符能后子弹威力太大，枪身扛不住。我去拍卖行拿东西，马上回来。我们一起去吧，东西太多，你一个人不方便。不用，拍卖行有空间戒指，能装下所有东西。再说我一个人走，不容易被发现。可恶！伤口是贯穿伤，好在没伤到要害，先简单包扎，回蓝星再彻底治疗。伤口在扩大，马上回去，穿越回蓝星。怎么回事？有人受伤了？遇到清虚宗派来的追兵，不过都解决了。先给他用丹药治伤。居然一点痛感都没了，伤口直接长好了，这也太神奇了！疗伤丹效果远超预期，快，立刻安排临床试验，先从晚期癌症患者开始。今天开会是商定一下接下来对于修仙界研究的方向。首先是医疗研发部全力开始研发丹药用处，开始进行癌症、攻克等绝症。还有对江兰同志的身体治疗要进行多部门联合，攻克难题。第二是科研研发部门继续研发能量赋能武器，并研究能量组成因子，打破卡脖子壁垒，争取我们自己合成灵石能量。第三，资源开采部牵头铸造金币，我们要和修仙界建立良好贸易。高总署长，氪金石可以立刻投入使用，我们可以先在总署筛选有修仙天赋的人，既能为全民修仙时代打基础，也能提升蓝星战力，避免被欺负。说得对，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和修仙界打交道，我们不惹事，但必须有单试的能力。筛选天赋，我第一个报名。
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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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攻克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江兰同志，是你救了他们，救了蓝星啊！多亏江兰同志说丹药品阶越高，效果越好，4品至中期，3品至早期，全是完全治愈。这是蓝星医疗研发部进步的一大步。只是我们还没研究出丹药的成分，现阶段还得靠修仙界的丹药。屁话！只靠进口丹药，修仙界有没有足够数量先不说，采购资金要多少？怎么普及给大众？怎么真正解决癌症问题？别急，没研究出丹药成分不是你们的问题。丹药里的核心原料是修仙界的灵植，蓝星根本没有这些品种，光靠分析成品肯定摸不透。我们下次去修仙界大批量收购灵植样本，只要有了原料，肯定能彻底攻克癌症，甚至复刻出丹药。这事儿必须归我们农业种植部，我们管着全蓝星的作物培育、物种研究。只要江兰同事愿意带我们去修仙界采灵植样本，我保证3个月内摸清灵植的生长习性，半年内实现人工培植。灵植开采运输得靠我们资源开发部。修仙界地形复杂，我们能规划路线，还能测算灵植储量，没有我们采回来的灵植也不够用。带我们去，培植出来有什么用？得研究灵植的能量转化。我们科研研发部能解析灵植和灵石的能量关联，还能优化培植环境，这离了我们不行，肯定要带我们去。医疗研发部才是核心，灵植要用来制药，我们得现场筛选有效品种，还得和修仙界的丹师对接，这任务必须我们去。我们不去，能带回修仙界的土壤样本，助力灵植肥植，我们去；能谈下灵植采购的低价，省黄金，我们去；能测绘灵植生长的生态区域，避免采险。只有10个名额，到底带谁去啊？大家都别急，修仙界不是只去一次，轮着来，都有机会。王主管说的轻巧，每次都是你们行动部跟着去，占尽了便宜。上次采灵石，这次遇追兵，你们都在，我们连修仙界的边都没毛着。就是行动部次次优先，我们科研研发部的设备都快堆灰了，没实地数据根本突破不了技术瓶颈。不更难，没有新鲜灵植，临床试验只能靠有限的丹药，5亿癌症患者等着救命，我们耗不起啊！农业种植部的培育基地空着一半，蓝星的土壤、气候能不能适配灵植？不去修仙界看一眼，全是空想。我们连灵植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是啊，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检测到多部门激烈源资源能量系统，位面穿梭系统可升级，宿主是否选择升级？恭喜宿主检测到蓝星多部门已接入修仙界资源研究体系，宿主已成功接入蓝星能量系统，位面穿梭系统可升级，宿主是否选择升级？升级。江兰同志，怎么了？没事吧？有什么不舒服吗？我去叫医生。我没事，就是系统通知我接入蓝星能量系统，蓝星能量体系完成初步迭代，系统升级了，以后可以同时带100人进入修仙界了。100人？蓝星能量体系升级，你们都做了什么？高总署长，我先说，医疗研发部除了把疗伤丹全投放到各大医院临床救治，其余丹药都在专项实验，尤其是变身丹，丹药里的活性因子能精准修复受损细胞，抑制癌细胞增殖，定向追击癌细胞。20名实验患者全康复了，这是蓝星医疗研发部进步的一大步。没实质进展，那应该不是医疗研发部，那是……喂，科研研发部，有新进展没？有，我们有。我们初步合成了灵石里的能量，正式命名为灵力。还有，江兰同志的病，我们找到延缓办法了。好，快说，怎么延缓江兰同志的能量泄露？我们做了特制佩戴物，能持续吸取环境中的灵力，让江兰同志一直带着。他就算持续泄露能量，这东西能实时补充，不会让能量耗空。充电宝？是，就是充电宝原理。特制佩戴物能吸附环境里的灵力，实时补充江兰同志泄露的能量，能暂时稳住他的生命体征。好，做得好，但这只是缓兵之计。你们继续攻关，务必彻底解决江兰同志的能量泄露问题，不能让他一直依赖这东西。是，高总署长，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谢谢国家，谢谢大家。在修仙界，我以为只剩死路，是蓝星给了我生机，我会继续努力，为大众发光发热。现在就去测灵根，增强蓝星实力。好，灵修测灵根，测灵时会显不同颜色，5行灵根对应金木水火土，颜色各不一样，分别是金色、绿色、蓝色、红色、黄色。
没事的，这是蓝星，就算没有灵根，也有其他出路，不会像我在修仙界那样被随意屠杀。江兰同志，你受苦了，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不让你再受一点伤害，我们还会为你讨回公道。哇，太神奇了！不同殿也真的有光，是雷灵根，而且按这光亮强度是6级雷灵根。蓝星又多了一位强力战力。啊，哈哈哈，是啊，强力战力。继续检测，一个一个来。江兰同志，您看，这是白色的，是不是我灵根太弱，光没显出来？抱歉，你没有灵根。没有灵根，那我以后没办法继续为蓝星效力了。为什么不能？没有灵根并不会低人一等，相信蓝星，他不会抛弃我们任何一个人。你说的对，蓝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没有灵根，大不了我不上前线，去做后勤，一样能为蓝星出力。每个人确实都该待在合适的位置，但有的时候合适可以给梦想让位。再等等，我会有办法让大家都觉醒灵根的。谢谢您，江兰同志。江兰同志，您真的能帮无灵根的人觉醒灵根？具体是什么方法？我没有方法，但是你们有。啊，我们？啊，我们？对，你们。可是我们对修仙界一无所知，灵根相关的更是一窍不通，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修仙界有洗髓丹，能洗净经脉，提高天赋，但前提是人有灵根。洗髓丹做不到无中生有，但我相信你们能攻克这个难题。你们觉得人与人的不同在哪里？从社会学上说，不同在于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组成不同的个体。但是从医学上来说，人与人不同就在于基因的表达不同， DNA 不同。我明白了，江兰同志，变身丹就是改变了基因表达。要是能摸透这个机制，编辑灵根基因，没错，让灵根成显性基因，就能让所有人觉醒灵根。我现在就去实验室。别走，你忘了研究对象了。啊，对，得先搞清楚有灵脉和无灵脉的基因差异。你们跟我来。江兰同志，检测结果出来了，共50人，武者20名，灵书10名，无灵脉者20名，基因测序已完成，正在对比差异点。辛苦你们了，先放一放基因研究，我带有灵根的人试试修炼。记住口诀：气入丹田，循经而行，纳于周身。按这个法子，尝试引气入体。一点感觉都没有，连半点力波动都感受不到。不对，这里有6级雷灵根的王主管，还有其他高等级灵根的人，怎么一个都成不了？我自己试也不行。对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修仙需要的灵气，没有灵力，不管天赋多好，都不可能引气入体。高总署长，修炼的事得先停一停了。怎么回事？蓝星没有修仙需要的灵气，就算我们有灵根，也没办法修炼。以蓝星现在的科技水平和实力，还做不到能量的稳定呈现，看来这事只能先搁置。江兰同志，这是跟你去修仙界的名单，50名行动部队员，清虚宗必须防备，还有资源开发部、农业种植部、科研研发部等5个部门，各出10名成员。行，准备好东西，我们就出发。宗主大人，江兰让我给您带话，说要让您血债血偿。哼，废物！快把这些垃圾拉走，扔乱葬岗，别脏了我的地板。宗主，接下来该怎么办？斩草除根。宗主英明，那咱们继续用灵力追踪术找江兰。蠢货，费那劲干什么？他们还有东西寄卖在永业拍卖木行，去那儿守着。宗主英明，那您看带哪些人去？给全宗门派发任务，杀江兰者，赏100枚下品灵石，10枚中品灵石，1枚上品灵石，等等。
去掉上品灵石，这群垃圾配不上。是，宗主。宗主有令，杀江兰者，赏50枚下品灵石，1枚中品灵石。江兰，拿命来！符咒这么坚固，挡得住我们几十人攻击，至少是高级灵术师级别。我们都是初级修士，就连修为最高的王哥也只是中级武者。怎么办？拼了！难道你们一辈子都想被人踩在脚下侮辱吗？就是死！防护罩能量快耗尽了，准备！研究人员藏好，狙击手找人体冲锋枪架好，闪光弹、烟雾弹准备扔。准备，滚！家里还有亲人的车，其他人上！不要伤命，只限制他们行动能力。为什么这么不要命的要杀我？必须杀你！不好，他要自爆！你卑鄙！好了，不死了，就说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拼命。宗主说，杀了你，能得到50枚下品灵石和1枚中品灵石。就为了这个？虽然诱惑大，但我们也不是贪财之辈，只是清虚宗有规定，凑够100枚下品灵石或者10枚中品灵石交给宗主，就能在宗门中单开一封。我们已经攒了50枚下品灵石。我的这些师弟师妹都是寒门出身，天赋也一般，在宗门里属于最末等的弟子。上面派什么任务，我们都得无条件去做。跟我一起入宗门的100位同门，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我不能让我的师弟师妹们再被迫牺牲。所以你想单开一封，把他们都纳入门下，护他们周全？是。天真，你就算成了一封之主，那照样没有他们的权力背景，依旧是最差的一封。到时候需要人送死，还是会优先选你这群师弟师妹。我知道，这世道本就强者为尊，弱者的命就是蝼蚁。有背景有资源，修炼就快，最后他们只会越来越强。而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没钱没资源，修炼慢，永远比不过他们。我还能怎么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修为低又怎么样？照样可以干翻他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抗？对，反抗，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好惹。灵力低不要紧，我们这辈为此牺牲，可我们还有儿女，儿女没了还有孙辈，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要是连反抗都不敢，你们就活该子子孙孙被奴役，被虐杀。对，反抗，死也要告诉他们，我们不好惹。对，师哥，我们一起。等等，刚才只是一种假设，我还有另一种更好的办法，我们带你们杀回去。对，我最看不过这种欺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一起杀回去，杀回去！宗主，江兰拿着那黑色管子，带一群人围住宗门了。蠢货，慌什么？他们来的正好，省得我一一去找。传我命令，开绝杀护宗大阵！宗主，绝杀护宗大阵威力巨大，一旦开启，宗门10丈之内尸骨无存。江兰手里还有我们宗门弟子，开启大阵，那些弟子也会化为灰烬的。哼，你担心那些弟子？既然担心，那你就先下去陪他们吧。传我命令，王大锤等一干弟子勾结邪魔江兰，叛出清虚宗，现其率众围攻清虚宗，维护宫门存亡，开启绝杀护宗大阵。所有弟子随我迎战杀敌。绝杀护宗大阵，完了，我们等死吧！
绝杀护宗大阵，那是什么？这大阵分2部分，绝杀阵和护宗阵。眼前搞着宗门的这层结界就是护宗阵，而绝杀阵布在宗门10丈范围之内，但凡踏入绝杀阵的人，没一个能逃出去的。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已经进了绝杀阵了，出不去了。出不去，是磁场能量的问题。小周，把无人机放出去，绕着宗门飞一圈，注意记录无人机在哪里失去踪迹。失去踪迹？我做无人机侦察员快10年了，从没让无人机丢过。江兰同志这是不信任我。江兰同志，无人机真的失灵了，你怎么提前知道的？是这里磁场异常，但咱们的无人机是科研部赋能过的，没那么容易被干扰。我让你飞一圈，就是要确定无人机坠落的位置，哪里坠落，那里的磁场就最强，哪里就是阵法的阵眼。我不会解阵，但我会毁阵，毁了阵眼，我们就能出去了。走。等等，等等，这绝杀阵的危险不止于此。此阵是宗门禁忌，融合了铸魂附灵的邪门术法。你们闻，这是石灵浊气，灵力低微者3刻内经脉会像被引住寸断，到死都得受着。更狠的是，它能发出魔音，会让所有人自相残杀。是阵法搞的鬼！我觉醒灵脉后就被宗主下毒，现在身上一点修为都没有。他们和我一样，身上没有半点灵气。我们队里的医生刚做了检查，发现我们并没有出现你们头疼的症状。我理解，我们这种状态确实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你们走吧。那你们多保重。这是什么？不是说了，我们不受阵法影响，得快去毁掉阵眼。你们留在这里会受阵法攻击，先带上这个。放心，我们3刻钟必定回来，我们有道具。忘了说，点击手环就会出现防护罩。以你们的修为，这罩子你们打不破，能避免你们互相残杀。我居然误会他们是只顾自己，贪生怕死之辈，我真该死。师兄，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修为低啊？找到了，这就是阵眼，是阵心，找到了。江兰同志，你让开，看我们爆破组的。点位勘测完毕，布弹位置选树干3围处。所有人推到10米外，准备引爆！成了，这破树总算废了。怎么会这样？布弹位置没问题，火药是最新高能爆破弹，威力和稳定性都达标，引爆时间、引线连接都没差错，按道理不可能没效果。再试一遍。我知道了，这棵树会吸收灵力，爆炸之后，大树就快速吸收灵力，所以才会瞬间恢复。那怎么办？总不能让它一直吸。把隔离罩展开，罩住大树，干扰器全开，切断它吸收灵力的通道。爆破组，准备引爆！成了，阵眼毁了，总算搞定了。走，回宗门门口。没用，这光幕太硬了。
我们的法术也打不透。这护宗阵不一样，是历代宗主层层加固的，布了上千道灵力符文，普通攻击根本破不开。就算是高级灵修全力一击，也顶多震晃一下。上千道符文，那怎么办？阵法和攻击就是盾和矛的关系，破不了，只能说矛不够强。哎，有了，我有办法了，等我一下，穿越回蓝星。他走了。江兰同志肯定有办法，等他回来。试试这个。江兰，你以为搬来这么个铁疙瘩就能破我护宗大阵？简直不自量力！是不是不自量力？试试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威力怎么这么大？快跑吧，我们打不过的！哼，谁要再想临阵逃脱，这就是下场。慌什么？不过是些旁门左道的把戏。不管你们用的什么东西，都是靠灵力驱动，而我的吸灵鼎专门吸收灵力，没了灵力，看你们这些鬼东西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武器失效了，灵力全被吸走了，我的灵力也没了。你确定要这么干吗？温馨提醒，没有灵力，你们手里的冷兵器是干不过我们手里的铁疙瘩的。呵呵，江兰，别说大话了，没了灵力，你们能翻起什么浪？我不是强装镇定，只是为清虚宗默哀。默哀？轮得到你这坏民！今日定让你和这群外宗人留身在此！开火！没了灵力，这些黑管子为什么还这么大威力？不可能，这不可能！废物，一群废物！江兰，你勾结邪魔，宗门联盟绝不会坐视不理。江兰，他勾结外来邪魔，践踏修仙界，诸位同道，速来相助，灭了这邪魔，护我修仙界！宗门联盟请求支援！阻止他，不能让他联络宗门联盟！这贱民勾结外域邪魔，毁我宗门，杀我同门。今日放他走，七虚宗百年基业尽毁，你们也会沦为阶下囚。随我杀了他，护我宗门。他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够了，灵虚子，你做的那些事，真当我们都不知道？王大锤，你叛宗投敌，还敢多言？还有些强行灌药啊！是假的，是这贱民伪造的，弟子们别信，杀了他！我被他囚禁8年，日日抽灵血，灌毒药，只为他修炼升级。他视你们的命如草芥，为一己私欲，让你们冲在前面送死。这样的宗主，值得你们卖命吗？修士自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今日是江兰，那知明天不是我的亲朋好友，后天不是我，这种助纣为虐的事，我不做。好，我也不做，我也是。诸位师弟师妹，这等不仁不义之辈，不配做我们的宗主。今日我们就助江兰讨回公道，讨回公道。清虚宗宗主，这账该算算。这一下，为我惨死的父母。贱民，你敢！这一下，为我被囚禁的8年，日日抽灵血，灌毒药。这一下，为你视弟子性命如草芥，只为一己私欲，让那么多人白白送葬。还有，为你妄图挖我灵根炼药，
别打了，我错了，江兰。错，你早该知道，做错事就要偿命。今日我便替所有被你害过的人讨回这笔债。江兰，今日之辱，我定100倍奉还。宗门联盟不会放过你。追！是。都别怕，你们的苦日子到头了。王哥，带几个清虚宗弟子去禁地，把被囚禁的底层清虚宗弟子都放出来。好。把这些简易疗伤液分下去，给受伤的都用上。这药效与3品疗伤丹相当，宗主从来不管我们死活，受伤只能硬扛，死了就扔乱葬岗。您竟还给我们发药，谢谢您，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不用谢，以后你们自由了，想走的现在就走，没人拦。没事。您怎么让他们走了？没了他们的家世地位，重建宗门根基会不稳的。谁说我要建宗立派？从今天起，这里不是清虚宗，是蓝星联合联络站。在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人人平等。江兰同志，抱歉，灵虚子逃走了。滴血，有滴血！快，列阵迎敌！等等，是我，不是嫡媳。这些是蓝星击剑队的人，来帮我们重建区虚宗的。我们是蓝星击剑队，奉总署命令，协助江兰同志改造这片区域，搭建蓝星联合联络站。重建？靠这些东西能行吗？就是啊，我们修仙界建房子，靠灵修施法、武者出力，这些玩意儿能有用吗？展示下。这铁地竟有这么大劲儿，就这么会儿地面就平了，比终极土系灵修施法还快。这些设备竟有这般能耐，太厉害了，比我们耗灵力建房子快10倍都不止。江兰大人突然召集我们要做什么？肯定是宣布每月每人上交多少灵石。这地面、这桌子，还有比夜云珠还亮的灯泡，估计得不少。能收多少？至少得10枚下品灵石1个月吧。就算交我也愿意。安静。很高兴经过我们的努力，蓝星联合联络站建成了。我们现在很缺人手，所以您说吧，缺灵石或是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愿意为您效劳。好，愿意留下的，我们谈条件算工资。有特殊能力的，不管是灵修术法、武者招式，还是懂炼期、识灵值的，都跟蓝星科研人员一起研究，把本事转化出来，造福更多人。工资按能力算，最低每月给你们50枚下品灵石，能力强的上不封顶，干得好还有额外奖励。您说您要给我们灵石？对，你们干活我肯定要给你们工资啊。放心，我们蓝星不会亏待你们的。谢谢，好人呐，好人！我第一个报名，我是终极武者，祖上有幸得到大力剑法，还有宗门基础功法也都熟，能教能演示。
配合他们做什么都行。好，过来签合同。我也来，我是初级灵修，3级土系灵根，学习的御土法，我会炼丹，我会培育灵植。启动灵力转化模拟程序。这仪器能抓灵力，不止，能固化储存散逸灵力，能存，还能随取随用，不用灵根吸纳，还能调整灵力纯度。纯度比上品灵石还高。调整温湿度和土壤微量元素配比。凝露草洗阴，强光会库。不可能，凝露草成熟至少3月。蓝星人工气候技术能加速细胞分裂。这灵力浓度翻了3倍。解析出疗伤丹有效成分，萃取灵芝精华，不用炼丹手法也能制出疗效。无丹火无灵力催动，能有药效。和疗伤丹效果一样，还不耗灵力。批量生产效率是炼丹的100倍，成本会更低。宗门炼丹房满负荷，1天才出100颗。把技能转化成数据模型，标注最优发力方式和灵力捷径。技能得靠悟，这种东西没用的。耗力少，威力还强。我刚入门，竟然也能使出完整招式。数据化能规避弯路，无灵根也能靠身法发挥招式威力。宗门教功法只说悟，多少人练废了，练得走火入魔。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一天，谢谢你们。原清虚宗今日更名蓝星联合联络站，即日起正式运营。无名之辈也敢改清虚宗名头，灵虚子宗主跑了，这群人怕是要乱来，强者说了算的地界，哪容得他们立规矩？联络站推行跨位面贸易，只讲一条：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修仙界的灵植、丹药、功法、灵石，皆可按价兑换蓝星科技、疗伤药剂、灵植肥育技术，甚至灵力储能罐。修仙界从来强者通吃，凭什么跟你讲公平？实力够，抢岂不是更快？联络站范围内禁止强取豪夺，敢抢，蓝星的武器不认人。蓝星规则：人人平等，贸易靠自愿，不靠武力，这是底线。这灵石能换什么？可换灵力储能罐，存3日所需灵力，无需灵根吸纳，随取随用。真能存灵力，而且纯度极高。从今日起，修仙界强者为尊的规矩，在联络站不算数，有本事靠本事换，没本事也没人能欺负你。要不拿丹药去换？听说蓝星疗伤登记不用灵力就能用，去看看。若真公平，总比在宗门被压榨强。这只是开始，要让修仙界知道，普通人的命也是命，抢夺、欺压者统统该死。大长老，老祖，救命啊！灵虚子，你乃清虚宗宗主，如此失态，成何体统？清虚宗出了何事？大长老，江兰那贱民勾结外域邪魔，用邪术污染修仙界，他带人屠戮我清虚宗满门，弟子死伤殆尽，清虚宗基业尽毁啊！邪魔之术，修仙界何来外域邪魔？老祖明鉴，弟子有证物，这留影石记录了一切。
老祖，江兰那贱民还扬言要以这邪魔之术颠覆修仙界，让所有修士沦为他的阶下囚。他还在清虚宗旧址立什么蓝星联合联络战，妄图用邪术取代宗门规矩。修仙界岂能让他乱来？区区邪魔竟敢搅动修仙界风云，江兰绝不能留！老祖英明，江兰如今占着清虚宗，势力见长，若不趁早除之，待他羽翼丰满，整个修仙界都要遭殃啊！还请老祖出手，灭了这邪魔，护我修仙界安宁。传令，召集各宗门精英，随我前往清虚宗，斩除邪魔，清剿外域势力。是。诸位，今日召集尔等，非为小事。看清了，清虚宗勾结外域邪魔修，还立蓝星联络战，取代修仙界，岂有此理！我修仙界修士，岂容外域邪魔欺辱？老祖下令，我福宗愿出100名丹修符修，备好疗伤丹报符，随老祖出征。诛杀邪魔，夺回清虚宗，护我修仙界。今日，我亲率各宗门精英前往清虚宗，斩江兰，清邪魔，夺回清虚宗，救回被裹挟的弟子。遵老祖令。江兰，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我要让你血债血偿。江兰同志，预警系统触发，检测到高强度灵力波动，峰值突破仪器上限。波动源头在哪儿？正西方向10里外，正快速逼近。这波动强度比之前遇到的中级、高级灵修加起来都强。江兰大人，宗门联盟来人了，要清查我们。为首的是联盟老祖，那是修仙界唯一的圣阶灵修，活了上千年，全力一击能夷平整座山。还有剑玄宗、符宗等所有宗门的宗主，全是高级灵修，长老最低都是中级，弟子足有数千名。对方战力和人数都碾压我们，硬扛必死，我们快逃吧！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弟子，让他们自行决定去留。那您呢？我不会退，蓝星不会退，我江兰要硬刚到底。这个是简易测灵仪，你们拿着。好，谢谢。大家看好了，这个红点会追踪你们的灵力波动。记住，这仪器能提前3秒标红术法路径，够你们躲或反击。这玩意儿比宗门的护心镜管用？试过就知道。枪瞄准眉心，心口打，炸弹拉环就扔，别犹豫。别怕，他们人多，我们装备硬。导弹准备的怎么样？已完成燃料加注，目标锁定，覆盖范围能涵盖联盟大军行进路线，随时可发射。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参数正常，发射程序无异常。好，守在这里，等我指令。宗门联盟带数千人来犯，老祖是圣阶灵修，看似必死无疑，但我们有蓝星的装备，有并肩作战的兄弟。今日不是为我江兰打，是为你们自己，
为不再被欺压，为人人平等。宁随蓝星仙师，不做宗主走狗。响应！响应！宁随蓝星仙师，不做宗主走狗。备战！宁随蓝星仙师，不做宗主走狗。宁随蓝星仙师，宁随蓝星仙师，不做宗主走狗。警报！警报！检测到圣阶灵力威压，强度突破极值，设备过载预警。这威压根本扛不住。稳住，有蓝星在，不用怕。交出江兰，销毁邪魔之气，饶尔等不死。江兰还不束手就擒！老祖面前，你插翅难飞。识相的立刻照做，否则今日这里将夷为平地。不交，有本事就上！好，这可是你们说的，想死，成全你们。开护盾！什么东西，竟能挡得住我圣阶的术法？老祖，他勾结外域邪魔，要颠覆修仙界！老祖这是要杀我的，凭什么？凭他的一面之词？这种力量只有邪魔才有，还说你没有勾结邪魔？笑话！自己没文化不识货，就上下嘴皮子一碰，张口就是诬陷，蠢货！啊！他这是在骂老祖？诬陷我是邪魔，先看看你这位好宗主做的好事。假的，是伪造的，老祖别信！是真的，我师兄就因给他选水果时选到了游子的葡萄，就被他活活打死，扔去了乱葬岗。我爹娘被他以宗门任务为由骗去探险，实则是给他挡妖兽，尸骨无存。一言我一语空作，他让我们低阶弟子去闯兄弟，活下来的没几个，全是为了给他找提升修为的灵草。灵虚子，此事当真？他们是被江兰蛊惑了，是污蔑。是不是污蔑？看这个。蓝星科研部对灵虚子的灵根检测报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的灵根有夺舍他人的痕迹，且不止一人。夺舍吸灵血害人性命堆出来的。检测显示，灵虚子灵核内存在多段一元灵力波动，对应3名不同修士的灵核特征，判定为非自然融合，系夺舍所致。其灵血内还检测出多种禁药成分，用于强行提升修为，副作用是需持续吸食他人灵血为序。没文化看不懂，为什么当初的问问灵虚子现在不仅成了高级灵修，而且还掌握了雷系、冰系、金系的术法？下去吧！恕子而敢！哼！
江兰、老祖，还有那些宗门蠢货，今日之辱，我定100倍奉还。既然你们逼我，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邪神封印，今日我便解了他，让那邪神杀了江兰，吞了整个蓝星联络战。缘何寒武？只要您能助我杀了江兰，我愿您为主，助你吞噬整个修仙界。皇宫和清虚宗后山各有一块封印秘宝，找到它。是。老夫活1000年，却被这孽畜骗了。江兰，此事是老夫偏听偏信，你要如何？老祖既已知错，便先理清是非。灵虚子作恶多端，残害同门，夺舍害人，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江兰所言有理，灵虚子行径卑劣，若不追究，难平众怒。此等败类本就不配为宗主。往后但凡有宗主如灵虚子这般作乱，残害同门，为祸宗门，联盟先诛之，绝不姑息。追究归追究，宗门联盟的事，蓝星不便插手。在这里，我想跟各位做一个交易：蓝星帮各宗建立灵力基站，可固化高纯度灵力，能让修士修炼速度提3倍，还能降低走火入魔风险。3倍，真有这等好事？若真如此，我突破瓶颈就有望了。此话当真？展示魔机。这是灵力基站的微型样机，老祖可亲自感受，纯度竟堪比上品灵石，且无需炼化，直接就能吸收。蓝星可在修仙界搭建灵力基站，供各宗门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宗门联盟需共享高阶丹药、高阶修仙功法，不得藏私。高阶功法换修炼效率值，我剑玄宗愿交出所有高阶剑法，我丹符宗也愿拿出5品以上丹药配方。好。今日在此立誓，蓝星遵守约定，建立灵力基站，宗门联盟则共享所有丹药配方与功法。若有违者，上天入地，我必杀之。江兰占了清虚宗，蓝星那些铁疙瘩连联盟老祖都挡不了住，这股势力不能不管。陛下，蓝星之物威力滔天，江兰手握此等手段，若为敌，皇朝边境恐难安宁。若能拉拢其灵力基站之术，能让我朝修士修为大增。陛下，不如以合作之名探其虚实。皇宫有圣阶武者坐镇，即便他有异动，也能斥衡。准，令礼部侍郎为使，携黄金万两、上品灵石100魔去蓝星联络站，请江兰入宫赴宴。遵旨。江兰大人，不能去，皇宫有圣阶武者镇守，万一是请君入瓮，您必死无疑。是啊，大人，皇朝心思难测，万一宴上发难，您根本无从脱身。修仙界两股势力，宗门联盟已与蓝星达成合作。蓝星要想彻底立足修仙界，这一趟是一定要去的。他们想谈合作，我哪有把客户往外排的道理？不用担心，我都能对付得了圣阶灵。这圣阶武者我也有办法。备妥装备，去皇宫会会他们。江兰大人，面见陛下，当行跪拜之礼。哼，区外域之人，占了清虚宗便目无尊卑，见我皇朝天子也敢不跪？怕是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也配踏入我皇宫大殿？蓝星之人，跪天地，跪父母，其他人不跪。不必强求，江宗主请坐。陛下仁慈，可这几位连半点灵力波动都没有，不过是凡夫俗子，也配踏入我皇朝皇宫？怕是连我殿外的禁军都不如。凡夫俗子罢了，还敢谈合作？连灵力都没有，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有没有灵力，不代表没本事。倒是李尚书，你最好听听我的检测结果。李尚书，你看似是5级精细灵根，实则灵根脉络有3处断裂缺陷，强行修炼只会导致灵力逆行，不出3月必走火入魔，轻则修为尽废，重则爆体而亡。你胡说！我修炼多年，从未有过异样。哦，
那你引灵入体时，气海、山中、太田三穴可是会隐隐作痛，尤其是每次运转灵力冲击瓶颈前，痛感还会顺着经脉往上窜。你怎么会知道？神医呀，救救我吧！妖言惑众，定是你在李尚书身边安插了眼线，才知晓这些隐秘。旁门左道！我黄巢丹药术法冠绝修仙界，蓝星连灵力都没有，谈何医术？贻笑大方！江宗主既懂灵根缺陷之症，敢与我黄巢丹师比一比。皇宫丹房有7品丹师坐镇，远非外域可比。可去请岩上丹尊过来，再找1名重伤侍卫来。是。陛下，7品疗伤丹。7品，我能见此丹药，死而无憾了。岩上丹尊真是不负修仙界丹道第1人的称号。这侍卫是刻意挑的重伤之躯，7品疗伤丹1刻钟可让伤口愈合。江宗主有本事便拿手段，别只会耍嘴皮子。不必1刻钟，我这灵力修复剂瞬间让他伤口痊愈。吹牛！如今修仙界最好的炼丹师就在我巢之中，7品丹药出自他手，已经是修仙界顶尖丹药。凡夫俗子的玩意儿，比得过修仙界丹药？不疼了，真的好了。怎会如此？不可能！蓝星靠的是科学加灵力，修仙界丹药虽强，却有局限，而我们能打破这种局限。怎么样，合作吗？邪术，定是邪术！护卫，替我黄巢斩邪修！大胆邪修，也敢在皇宫放肆，借我一招！太子，还不退下！江宗主，息怒，息怒！仙师恕罪，太子年少气盛，护卫鲁莽，还望仙师莫要计较。蓝星一直奉行和平，再有人挑衅，这颗子弹就不会只擦头皮了。江宗主，皇朝愿与蓝星缔结合作盟约。蓝星也有此意。互利共赢。皇朝，你从蓝星采购蓝星灵力护盾、赋能武器，还有丹药，不对，是灵力修复剂，要很多。这些皇朝愿以黄金结算。黄金无用，要换这些，需用修仙界灵植、灵石，还有功法。陛下三思啊！传承功法乃望皇朝根基，不可轻语。只给基础，灵力激战提速1倍，给够灵植、灵石、功法，提速3倍，附赠灵植培育技术。陛下，赋能武器对提升战力至关重要，若以此来武装皇朝军队，战力必提升100倍，不，1000倍啊！条件朕应了，敲定细则，免日后生系。其一，灵石下、中、上品按纯度折算；其二，蓝星为皇朝培训科技操作人员，教用护盾武器与仿制设备；其三，皇朝按月交灵植、灵石，功法分批移交核验。无异议。父皇三思啊！邪修之话不可信啊！闭嘴，滚！愿蓝星与皇朝永结盟好，互利共赢，方得长久。
谁？太子殿下，在下灵虚子，特来助殿下除江兰。清虚宗的败寇，也配谈助我？殿下恨江兰如你，夺皇朝颜面；我恨江兰毁我宗门，敌寇一致，何谈不配？你想怎么干？江兰与陛下结盟，断殿下前路，只需殿下借我寝宫之地，我除了江兰，还能助殿下登帝位。此话当真？自然，但需殿下先配合，引江兰入局。好，只要能除了他，我都依你。给我今日的文书，我去看看，再做打算。江兰，这桩命案够你脱层皮，想合作，我偏要毁了。皇宫禁闭的钥匙到手，那里就藏着封印邪神的秘宝。来人呐！快来人！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遇刺了！陛下，太子殿下遇刺身亡，这玉佩是在殿下尸身坊找到的。江兰，你定是不满太子先前对兰星的质疑，怀恨在心，动下杀手。今日若不将你伏法，难为太子在天之灵。刚达成合作就痛下杀手，其心可诛。外域之人果然不可信，他碎尸万段，为太子报仇。抓下来！没有真凭实据就抓人，皇朝就是这么断案的。慢着。太子这种蠢货，在电视剧里活不过2集，万一死了100%得嫁祸给我。还好我留了个心眼儿，提前放了个窃听器。这是蓝星的窃听器，能记录声音，我提前放在太子身上，就防着有人想栽赃，破坏我们的盟约。胡说，不过是块破铁块，谁知道是不是你临时找来混淆视听的？就是，太子刚死，你就拿出这玩意儿，分明是早有预谋，连灵力波动都没有。能记录什么声音？纯属狡辩。是不是狡辩？听听就知道。你想怎么干？我凭什么信你？是太子的声音，真的是他的声音。继续听。殿下恨江兰如你，我恨他毁我宗门，联手除了他，我助你登帝位。好，只要能除了他，我都依你。给我今日的文书，我需看看，再做打算。是，灵虚子，是他杀了太子，还想嫁祸江宗主，毁掉我们的盟约。好一个灵虚子，敢在皇宫行凶，还妄图挑拨离间！传我命令，全城搜捕灵虚子，死活不论。是。江宗主，朕错信谗言，险些冤枉好人，在此向你赔罪。江宗主，是我等鲁莽，望你海涵。先前多有冒犯，还请江宗主勿怪。神医大人，都是我的错，不该质疑你。陛下和诸位不必多礼，查清真相就好。不过，无端受了污蔑，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
要是他取消合作，那怎么办？陛下，你别看我呀，我能有什么办法？是我们的错，为表歉意，皇朝每月供应的灵植数量翻倍。第二，高阶功法提前移交30%。第三，额外加50枚上品灵石，弥补此次损耗。这样就多谢你们了。事已查清，我们就先行告辞。江兰同志，教室已经建好，完全符合验收要求，随时能投入使用。教室？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学堂。学堂？建学堂干嘛？学堂不是给幼儿启蒙用的吗？我要开大学。大学？对，不论贵贱，不讲出身，也不管有没有灵根，蓝星的人、皇朝的人、宗门联盟的人，只要想学，都能入学。这里划分为4大区：东边教学区，西边实验区，南部生活区，北侧贸易区。收到，器材已从蓝星运抵，现在就能卸货安装。投影仪、热水，这些是什么？去看看就知道了。正好跟着击剑队帮帮忙。是。教学区这边，实验区设备轻点放。这箱子里的东西有什么用吗？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带弟子们帮忙搬运，注意轻拿轻放，别碰坏仪器接口。都跟我来，听击剑队的指挥。好了，江兰同志，你试试。打开修仙功法数据库。恒温45度，24小时供应，每个房间都能用到。这么快就有热水，不用烧火，不用聚灵？蓝星的科技不用灵力也能实现，以后洗漱、喝水都方便了。以前冬天只能用冷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日子。来，录个指纹，以后只有登记过的人才能进出。这样就能挡住外人。这监控能看清10里位的动静，画面实时传回预警室，有异常立刻报警。这黑疙瘩能看到10里外，比灵石探查还远。它能24小时值守，不用耗费半点灵力。太神奇了！大学之道，在明德。明德大学，未来的世界，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定会变得更好。大家排好队，按顺序登记，人人有份，不用急。好！姓名、出身、灵根情况如实填写。我叫李牧，来自清风谷外围，1级木灵根，以前靠采哨糊口。没问题，登记好了。这是入学手册，明天来教学区报到。谢谢，谢谢。我没有灵根也能报名吗？当然，明德大学有术法实操、灵植培育、科技应用等专业，没有灵根也能学本事。谢谢江大人，谢谢蓝星。我灵根才1级，会不会被嫌弃？嫌弃啥？蓝星的教学法，1级灵根也能学好功法，我们都试过。我一定好好学。这就是修仙界，比视频里还震撼。那就是灵草吗？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你们是蓝星来的学生？对，你们好。你好。
尝尝这个蓝星的零食，巨好吃哦。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懂灵芝培育？我们带了蓝星的培育手册，回头一起交流呀。好，好。旧规则被打破，两界的新一代走到一起。这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该死的皇朝，居然敢通缉我！都是江兰那个祸害，毁我宗门，坏我好事，害我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窜。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江兰，我一定要让你痛苦100倍！邪神大人，我已解开一半封印，求您赐我魔力。傻儿，如如重塑身躯，与你一起尽快解开无另一半封印。哈哈哈哈！明德大学，江兰，我来取你狗命了！姓名、出身、灵根、阿虚，西山沟，无灵根，想学本事。登记好了，手册拿好，去3号宿舍。谢谢。秘宝该在元清虚宗旧址、实验区或后山。我叫石头，2级土灵根。我叫阿虚。你逛校园了吗？我昨天逛了一天，这校园真漂亮，就是后山没看，守卫说有重要东西不让进。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巡逻的不让靠近。盯紧实验区和后山。收到。谁？谁？谁在那里？出来！设备没坏，是不是动物触发的？没脚印，也没灵力波动，加强巡逻，别大意。总算到手了。江兰，等着吧，邪神一定会杀了你的。后山禁地门禁触发后，石壁暗格有能量波动，去看看。秘宝不见了，是灵虚子，他肯定混进学校了。皇宫的那枚秘宝也在他手里。太郎宫里的禁地玉佩呢？快去禁地看看封印秘宝还在不在。得令。陛下，禁地封印秘宝不见了。灵虚子，他杀太子就是为了秘宝。皇宫的秘宝被偷，咱们守着的这枚也没了。难道邪神封印需要2枚秘宝才能完全解除？现在2枚都在灵虚子手里，他很快就会动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全程搜捕灵虚子？搜捕难度太大，也容易引起恐慌。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好应对邪神的准备。江兰同志，蓝星已备好符能武器和灵力干扰设备，随时支援。通知所有人加强戒备，密切监测灵力波动。灵虚子和邪神，我们奉陪到底。
今天讲自由落体与受力平衡。地球引力下，物体运动有固定规律。老师，不用学这个，我用灵力控物，想让东西怎么动就怎么动。你用灵力搬那箱测灵石，试试让它直线匀速移动10米。怎么回事？你没算空气阻力和重心，灵力全浪费在调整偏移上。要是懂受力平衡，你能精准分配灵力，让箱子又稳又快，还省1半灵力。按照这个灵力运行，再试一次。邪神大人，封印已解。那是什么？大人，蓝星灵力激战可助您速复。走。这就是提速修炼的激战，是我们好不容易抢到的位置，快修炼吧！我听说了吗？灵力激战都死了，好几个修士都出事了，都说是那江兰用激战搞邪术，吸人灵力给自己用。是呀，那江兰就是邪魔。听说好多死掉修士的家人同门都去明德大学讨公道了。江兰，你那破激战就是邪术，把我儿子害惨了。江兰，坊市都在传灵力激战吸人灵力，好多人都死了，你必须给个说法。大家别冲动，事情还在查，不是激战的问题。不是激战是什么？我儿子在激战那里死的，而且灵气全被吸干了。我说哪有什么灵力提升3倍的修炼方法？是江兰这个邪魔想害人。江兰，还我们公道！别挡！我儿子死在激战，我要让江兰偿命。江兰是邪魔，激战吸人灵力养自己，冲进去砸了他的破学校！住手！闭嘴！想讨公道就看清楚。这是事发时的能量记录，蓝色是激战纯灵力，黑色是邪分魔气。死者体内残留的就是这种黑气。假的，伪造的！不信，明德大学就有一个灵力激战，我们现场检测。检测结果仅含纯灵力，无吸能装置。明德大学里面的激战，自然是你们做过手脚的，结果不可信。抓住他！真言丹，给他吃下去。说，谁派你来的？灵虚子。那些被吸干灵力的人是谁杀的？邪神大人，这死了。西北方向检测到邪天魔气，强度比之前高。追！
魔气移动速度极快，正朝城西灵力激战去。江兰来得正好，让你亲眼看着邪神大人吞噬所有灵力。住手！你们没事吧？灵力被吸走了。江兰，邪神大人无人能挡，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换爆破弹，集中攻击一处。一点力量也敢阻我？江兰，你以为蓝星的破铜烂铁能敌邪神大人？真是天真。哈哈哈哈！江兰，你不是要血债血偿吗？现在连自保都难。今日起，我为尊，万物臣服。江兰，拿命来！他先过我这关。不要，皇哥，我要你们偿命！不自量力！找死！江兰，你引以为傲的蓝星科技不过如此。所有人准备撤退，有信号弹救援。救援？无人能救你。臣服或死！傻子，你跪下给老娘唱征服，老娘考虑给你一个全尸。找死！江兰，受死吧！老祖，邪魔住手！又来一个送死的！邪神大人的力量，你比不了。邪神是独立于三界之外的力量，这种魔气不属修仙界，也不属蓝星，连圣阶灵修的灵力都能被他吞噬，老祖根本打不过啊！怎么办？我们只能等死了。圣阶不过如此，怎么办？难不成真的要死了吗？江兰同志，福能东风导弹已经部署完毕，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慢着，邪神，你号称要当万物之主，就这点胆量？哦，仗着点破魔气，欺负受伤的老祖，没灵力的队员，算什么本事？真有能耐就跟我单挑。大人别听他的，杀了他们省事。你急什么？怕你家邪神大人打不过我，还是说你们俩就只会抱团欺负弱者？单挑，你配？我配不配，打过就知道。你要是不敢，就乖乖放走他们，咱们1对1较量。赢了，我任由你处置；输了，你滚回你的破封印里去。江兰同志，不可！不敢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是个孬种？放肆！好，我放他们走，但你若输了，我要将你挫骨扬灰。一言为定。你们快走，这里有我。张安同志，快走，别耽误时间。大人，放他们走就是放虎归山。无妨，待我杀了这丫头，再去杀了他们。蓝星总部，我是江兰，人群疏散完毕，请求启动赋能东风导弹，目标城西灵力激战，锁定邪神。收到，随时可发射。目标邪神，发射！不好！
雕虫小技。这怎么可能？受死！什么鬼东西？灵虚子，你灵根是夺舍来的，本就不稳。就算不稳，杀你足够。蓝星的东西，你还没尝够。不可能，是最年轻的高阶灵术，不会死。第一枪为我惨死的父母，我要杀了你！第二枪为我被囚禁的8年。第三枪为被你剥离灵根惨死的人。第4枪为王哥，为所有被你残害的人。我感觉到你的灵力在外溢，你也快死了。忘了告诉你，蓝星医疗队已经找到治愈我的办法。你活下来那又怎么样？当一个没有灵力的废人也是生不如死。可是我们蓝星研究出了灵根基因药剂，可以让每个人无痛拥有灵根，不用像你一样靠夺别人的灵根苟活，还要日夜忍受灵根不合的蚀骨之痛。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信！第5枪为所有被你践踏的公道。原来灵虚子才是邪魔，就是他解了邪神封印，差点毁了整个修仙界。能量泄漏阻断，技能恢复巅峰。江兰同志，快试试！满级天灵根，谢谢你们，谢谢蓝星救了我。是你救了蓝星千千万万的人。探索剑在修仙界发现新大陆，那里是魔法与剑的世界。新的地域，新的可能。江兰同志，探索剑以所灵气源头精准坐标，位于修仙界极北无人区，初步判定为未被开发的天然密区域。通知下去，组建10人先遣队，李主管、林峰跟我走，2名医疗人员，5名行动队员随行，携带便携检测设备、基础符能武器，即刻出发。是。我的天，这灵气浓度至少是修仙界的5倍，感觉浑身的灵力都在自动运转，不用刻意修炼都在长修为。这里的灵气不仅浓度极高，
还在自动汇聚，形成了天然的能量场。继续深入。这东西有自主防御机制，试试灵力切割。试试高能爆破弹。这东西也太硬了，连高能爆破弹都伤不了它分毫。检测到特殊能量体与宿主满级天灵根产生强烈能量共鸣，可解锁未知位面锚点，是否尝试激活？江兰同志，怎么了？系统提示我发现了新的未知位面，我们立刻返回蓝星上报。什么？新位面？据我们观测，这颗星夜水晶球是连接艾瑞亚大陆的关键，其表面的铭文并非修仙界术法符文，而是全新的魔法铭文。检测显示，该位面存在与修仙界蓝星完全不同的能量体系，初步判定为魔法能量。江兰同志，先说说你的看法吧。艾瑞亚大陆是全新的未知位面，存在未知的资源与风险。我建议立刻组建探索小队，前往艾瑞亚大陆完成首次探查。系统给出的初步探索人数上限是10人。行动部愿提供精英队员，配备强化型赋能武器，保证探索小队的安全。科研部已连夜升级灵力护盾，同时备好翻译设备，能实时解析未知语言。医疗部准备了少量灵根基因药剂，即可用于救助，也可作为潜在的合作资源。同时备好了各类急救药品与灵力修复剂。下面由江兰担任探索小队队长，李主管林峰协助，原10人先遣队全员随行，即刻准备装备，明日一早启程前往艾瑞亚大陆。是，保证完成任务。江兰同志，各位队员，此次艾瑞亚大陆探索是蓝星跨位面探索的全新征程，任务艰巨但意义重大。记住，核心原则是安全第一，探查为主，优先摸清当地局势，救助受困群体的同时，务必保护好自身安全。这是升级后的灵力通讯器，能穿透位面能量屏障保持联络，内置紧急求救信号，一旦遭遇不可抗风险，立刻启动，蓝星会第一时间支援。高组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绝不辜负蓝星的信任。所有人，检查装备，进入传送区域，准备穿梭。队长，前方小镇检测到大量生命信号，还有多支高强度能量体正在快速靠近。都给我滚开！魔兽来袭，城堡容量有限，只能护住贵族与士兵。你们这些贱民，自求多福吧！又来一群送死的，没有魔法加持，还敢闯落风镇，简直是自寻死路！既然是来送死的，不如给魔兽填填肚子，说不定能给我们争取点逃跑时间。开护盾，清魔兽！大人，是我有眼无珠，错怪了各位英雄，求你们原谅我。各位英雄，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这些底层民众在洛风镇就像蝼蚁一样任人践踏，贵族领主巴伦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这次铁戟狼突袭，我们本以为又要全军覆没，没想到遇到了你们，你们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啊！
你们竟敢擅自闯入巴伦领主领地，还私自击杀领主财产！魔兽袭击村镇，伤人害命，我们击退他，保护了民众。领主大人的财产，轮得到你们这具贱民处置？沼泽黑灵兽是领主大人精心圈养，用来清理不听话的垃圾的。所以，领主圈养魔兽，任其袭击自己的领民，就是规矩。牙尖嘴利，立刻滚出落风镇，滚出领主领地，否则格杀勿论。我们要是不选了，那就由不得你们了。动手，拿下这群擅闯领地、杀害领主财产、挑衅领主威严的狂徒！启动干扰！不可能！你们能阻断魔法？这不是禁魔领域，这是什么邪术？魔法没用就给我上！杀了他们！兄弟们，老规矩，非致命控制，动手！走！放开我！你们敢动我，巴伦领主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会被吊死在城堡门口！听好了，也给我转告你的巴伦领主：第一，从今日起，洛风镇及所有巴伦领主辖下的底层民众，人身自由受蓝星联合联络站保护，贵族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随意逮捕、奴役、献祭领民。第二，魔兽来袭时，贵族城堡必须开放，接纳并庇护所有寻求避难的民众，若敢闭门不顾，蓝星必追究其责。第三，今日这些士兵，我们留其性命，但若再有贵族爪牙前来骚扰伤害民众，来一个我们抓一个，来2个我们捆一双，听明白了吗？放开他，让他滚回去报信。大家别怕，没事了。老人家，用这个。神迹呀！这药比牧师老爷的圣水还灵，一点儿都不痛了。好了，真的好了，能动了。恩人，谢谢恩人，我没什么能报答的，家里还有半块黑麦面包，您别嫌弃。这是我在山上采的止血草，不值钱，您收下。乡亲们，东西你们自己留着，你们更需要这些。这个用干净热水冲开，给孩子喝，能让他长得壮实些。这些药片每天1片，温水送服，能增强抵抗力，少生病。活了60年，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人。谢谢蓝星的恩人们啊！废物，一群废物，连一群来历不明的外乡人都拿不下，还让我在那些贱民面前丢尽了脸。领主大人息怒，那群人他们用的武器太古怪了，能抵消魔法，还能让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我们实在不是对手啊！大人，硬碰硬看来不行。洛风镇的东边就是月影精灵部落，他们高傲排外，或许我们可以借他们的手。你是说我们可以派人去月影族？就说洛风镇来了一群外域邪徒，破坏森林平衡，意图颠覆大陆规则，请求尊贵的精灵为维护自然与秩序出手驱逐。好，就按你说的办。巴伦领主是这么说的，那群人没有魔法波动，却能用奇怪武器轻易击杀沼泽黑灵兽，控制他的士兵，还煽动底层民众反抗贵族统治。领主认为他们是不受魔法约束的异常存在，可能对大陆的平衡构成威胁。没有魔法波动，却能达成如此效果，这确实违背常理。艾拉，你怎么看？巴伦领主贪婪愚蠢，他的话不可全信。
但他所说若为真，确实值得警惕。魔法是秩序的一部分，脱离秩序的力量往往意味着混沌与不可控。我愿意亲自带人去洛风镇查看。去吧，艾拉，记得谨慎行事。队长，3点钟方向，林中有不明生物高速接近，有7个目标。停止作业，所有人退后，戒备。外域之人，停下你们手中的动作。我乃月影族公主艾拉，巴伦领主控诉你们屠戮生灵，破坏平衡，你们有何辩解？艾拉公主，我们来自蓝星，并非此界之人。我们击杀袭击村镇的魔兽，是为保护无辜民众。我们反抗巴伦领主的压迫，是为争取民众的基本生存权。我们所用并非邪术，而是基于另一种能量规则发展的科技。我们无意破坏任何平衡，只求一方安宁，帮助愿意自助的人。你身上的能量很奇特，但我感知不到你与魔法网络的连接。没有魔法，你们如何驱动那些武器，又如何抵挡魔法？艾拉公主，我们对你们没有恶意。在来到这片大陆之前，我们已经拜访过另一个位面。此次前来是希望能和你们交流合作。我对你们的世界秩序很感兴趣，我们愿意交换魔法中最基础无害的部分。3日后日落时分，在迷雾森林东侧边缘的空地上，你们可以前来。但若让我感知到任何恶意或大规模武力，此次会面即刻终止。月影族将视你们为敌。好，一言为定。我们期待3日后的会面。太有价值了！魔法铭文，如果能搞清楚它的能量编码方式，说不定能反推优化我们的灵力符文。这就是我们蓝星的一些基础的技术和文化。这是蓝星关于灵力储存技术的基础框架。相应的，我们期待精灵族的基础魔法铭文知识。3日后，若你们的研究有初步进展，可再来此地。月影族对无魔法驱动之力的本质亦有好奇。若你们的科技能有新发现，我族愿以更高级的知识交换，我们会尽力的。检测到宿主成功与异界高等智慧文明月影精灵建立初步技术交流渠道，奖励发放，位面穿梭系统升级，单次可带领人数上限提升至20人。系统升级了，太好了！这对后续研究和据点建设是重大利好，必须立刻回去汇报。情况大家都清楚了，艾瑞亚大陆情况复杂，有贵族压迫。魔兽威胁，现在又多了精灵这类潜在合作对象。洛风镇据点过于简陋，人手严重不足。20人的名额，我建议行动部再出5名精锐，加强安保和侦查力量，安全是第一位的。农业种植部必须去人，灵植样本采集、本土作物研究都需要专业人手，至少3个名额。资源勘测和基建支持不能少，2个名额。要实地评估洛风镇周边资源，规划长期据点建设。江兰同志，你的意见呢？这次重返任务很重。我同意各位主管的安排。原小队名额分配如下：新增行动队员5人，农业3人，科研4人，医疗生物2人，需携带灵根基因药剂10支，预制板房建材、监控防护设备、灵植培育仓、精密科研仪器。批准，立刻协调各部门，24小时内完成人员集结与物资调配。江兰同志，安全第一，稳步推进。与精灵的接触要保持谨慎和诚信。是，保证完成任务。恩人，你们终于回来了。你看，现在这地方已经建得这么好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大叔，大家不用报答，我们互相帮助。现在我需要挑选10位信得过、愿意为大家做事、也有胆量的朋友，来帮我们一起维护这个地方，也学习一些新东西。你还有你，跟我来吧。这是一种药剂，有可能激发你们身体里潜在的力量，类似于魔法天赋，但并非100%成功，也可能有不适，你们自愿选择。我们都相信你，江兰大人。是啊，是你们救了我们。只要能变强，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愿意。
5号觉醒木属性灵根倾向，强度约2级。7号土属性1级。8号木属性1级。9号木属性3级。10号土属性2级。成功率50%，与蓝星初期试验数据接近。未觉醒者身体指标正常，无副作用。我做到了，我也有魔法了，我不是废人了。你们觉醒的力量还很微弱，需要学习和锻炼。以后你们就是这里的首批守护者，跟着我们的队员学习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如何警戒，如何传递消息。没有觉醒的朋友同样重要，我们需要你们协助管理物资，维护据点整洁，帮助其他乡亲。在这里，每个人的付出都会被看见，都有价值。愿为江兰大人和蓝星的恩人们效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都起来，我们不要效忠，我们只要互助，要自强。挺起你们的脊梁骨，没有任何人能让你们下跪。江兰大人，不好了！西边林子冲出来一群怪物，见东西就砸，朝镇子来了！全体戒备，非战斗人员立刻撤回据点，启动防护罩。战斗人员，跟我来！人类，把食物的东西交出来，不然砸烂你们的村子！肉吃。他们在用魔法强化身体，是吐息魔法。挠痒痒，人类就这点本事？换穿甲弹，喷火枪准备。停手！你们没有魔法波动，这些武器不是用魔法驱动的。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我们来自蓝星，我们的力量源于科技，而非魔法。你们为何攻击落风镇？森林本是我们的猎场，却被魔兽占领了。我们的幼崽和老人饿得啃树皮，再找不到吃的，部落就得完蛋。抢你们是因为觉得你们弱，有存粮。我们弱就该被抢吗？我们之前也被贵族和魔兽逼得活不下去。我们也没有办法。或许有第3条路。这里哪有路？不是那个路，我们可以合作。蓝星帮你们夺回猎场，作为交换，狂瞻族分享你们强化肉身的法门知识，并承诺永不劫掠像落风镇这样的底层民众聚集地。帮我们打魔兽，就凭你们这些铁管子？你说真的？不是为了骗我们的战场法门？是真是假，试过便知。我们可以先合作，清理一处离这里最近的你们丢失的魔兽巢穴，用结果说话。好，如果您真做到，我铁牙将奉上基础肉身强化法门，并视落风镇为勇士的好友。但如果你们是骗子，狂瞻族的怒火你们承受不起。就是这群畜生占了这里最好的水源和猎区，他们皮甲硬，酸液毒，动作还快，很难对付。先用测灵仪锁定他们，注意预判酸液喷射轨迹，穿甲弹瞄准眼睛和口腔软肉，喷火枪覆盖压制，注意保持距离，行动！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能打败这些魔兽！我铁牙狂战族首领认可你们的力量和信誉，从今天起，你们是狂战族的朋友。这是我们狂战族战士启蒙用的炎肤术和聚力术基础法门，虽然粗糙，但能引动大地之力，短暂强化肌肤硬度和肌肉力量，希望能对你们有帮助。好，谢谢。清理魔兽巢穴的合作，我们会继续。落风镇愿意用粮食、药品交换你们猎场的皮毛和兽骨，希望我们能成为共同面对困难的伙伴。伙伴，好，我们兽人认伙伴。
那么开始吧，诸位。洛风镇那群外来者不仅没赶走，反而扎了根。他们蛊惑贱民觉醒了能力。现在，我领地上的那些人，看他们的眼神比看我这领主还要热切。我领地上靠近迷雾森林的几个村子，最近也人心焚动，有些贱民偷偷跑去洛风镇。长此以往，我们的领地还怎么管理？哼，不过是些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罢了。一群没有魔法传承、来历不明的家伙，能掀起什么风浪？但他们的邪气确实有些门道，能抵挡魔法，还能让普通人拥有不俗的战斗力。这已经触碰了贵族定下的规则，力量应当由我们这些贵族传承。正是如此，他们今天能让贱民拥有力量，明天就敢让贱民反抗主人。艾瑞亚大陆千万年来的秩序，岂容这些外来者破坏？我们必须联手，在他们彻底成气候之前，将他们铲除。领主大人，您的意思是？你亲自带一队精锐护卫去，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告诉他们，艾瑞亚大陆的规则自古以来由贵族制定，让他们立刻解散那个据点，交出所有邪气和外来技术，滚出我们的领地，否则3日后，贵族联军将踏平洛风镇，鸡犬不留。是大人。我一定将您的意志传达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队长，东面道路有车队接近，11人，为首的是巴伦领主的管家，带着全副武装的护卫，来者不善。终于来了，通知大家，警戒！江兰，你们这些蓝星人听好了，我奉巴伦领主之命，前来传达领主大人的意志。艾瑞亚大陆的法则自上古以来便由尊贵的贵族制定与维护，尔等擅闯贵族领地，私建据点，传播邪术，蛊惑民众，已严重触犯大陆公约。哦，我们触犯了哪条公约？是保护民众免遭魔兽吞噬，还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贵族领主有权处置自己领地上的一切，包括民众。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在挑战贵族的权威，破坏大陆的稳定。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第一，立刻解散这个非法据点，所有外来者限期离开。第二，交出你们所有那些古怪的武器和造物，由贵族议会统一处置。第三，交出你们蛊惑民众、赋予他们怪异能力的邪术配方。笑话！你们这种压迫奴役的规则不遵守也罢，想要我们的东西，可以用粮食、用药品、用平等的交易来换；想用威胁和武力来抢，那就试试看。江兰大人说的对。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魔兽来了没人管，饿死了没人问，是蓝星的恩人们救了我们，我们现在才像个人样。你们贵族除了收税和让我们去死，还做过什么？对，我们不怕你们。想毁了这里，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好，一群不知死活的泥腿子，既然你们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我们无情。4位领主大人有令，3日后若尔等还未遵照执行，贵族联军将兵临城下，将你们和这个肮脏的据点一起从地图上抹去。保卫家园，跟他们拼了！我们受够了，我们要当人，不要当牲口。江兰大人，下命令吧，我们不怕死。大家安静，他们想战，那便战，但我们不能蛮干，我们要立刻升级外围防御，同时联络月影精灵和狂战族兽人，争取可能的支援或至少保持中立。乡亲们，贵族联军将要来讨伐，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他们害怕了，害怕失去对你们的生杀予夺之权。这一战是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随意献祭，不再被当成草芥。你们愿意为了这样的未来而战吗？愿意，誓死捍卫家园。我们要做人，不做牲口。江兰大人，他们来了，人数至少超过1000。收到，按预定方案，非战斗人员全部进入地下掩体，所有战斗人员进入战备状态。洛风镇的平民们，这便是忤逆贵族、破坏规则的下场。现在跪地求饶，交出江兰和所有邪气，本领主或许可以开恩，只诛守贺，饶你们这些被蛊惑的愚民一命。巴伦，我告诉你们，今日蓝星和洛风镇的每一个人都会用行动告诉你们，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不是任你们宰割的牲口。
保卫家园，不做声头。冥顽不灵，自寻死路。护卫，给我轰碎他们的破墙，杀光他们！江兰同志，法术太庞大，我们的护盾可能扛不住第一轮。以月影之名，干扰施法，庇护此方自然与生灵。精灵，你们竟敢插手人族内部事务，帮助这些外域邪徒！蓝星之人带来秩序与希望，而非混乱与毁灭。贵族联军恃强掠刃，此等行径已触动我族底线。今日之战，月影族不会坐视。行动组优先狙杀对方魔法护卫。李主管，启动所有灵力干扰仪，最大功率覆盖战场。怎么回事？居然不能施法了！是他们的邪术，不能施法又怎么样？给我上！上！巴伦，不行了，魔法用不了，我们的人顶不住了。我的士兵死伤大半了，快撤吧！你说什么？你这些贱民们，今日之辱，我巴伦记下了。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我会禀报王都，禀报魔法工会。你们勾结外域，屠戮贵族军队，是彻头彻尾的叛逆。王国的铁骑和魔法工会的大军一定会踏平这里，你们等着。我们真的打赢了，打退了他们。我们赢了，但这只是开始。巴伦不会甘心，更大的威胁可能还在后面。但从今天起，所有人都要记住，我们要团结起来。站起来了，保卫家园！检测到宿主于当前位面成功建立并稳固初始根据地，位面穿梭系统升级条件满足。又升级了。升级完成，单次位面穿梭可携带生命地上限提升至30人。太好了，这可是及时雨。好，太好了，一个稳定的前沿据点。江兰同志，你又立下大功了。灵根基因药剂的第2批优化版本已经通过所有安全测试，效果更稳定，适配性达到 99.8%， 可以带过去进行小范围的试点。这既是帮助，也是重要的跨物种基因研究样本，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根据传送回来的魔法植物样本，配置了跨位面营养基，这次可以带过去实地试种，看看能否在异界实现蓝星高产作物的培育，或者优化本地魔法植物的生长效率。各位，系统扩容到30人。我的想法是，除了必要的科研、医疗、安保人员，这次要增加一个关键方向：教育。我们在修仙界办明德大学，打破了宗门的垄断。在这个世界，知识、力量同样被贵族和少数法师歧视垄断。我想在据点开设第一所启蒙学堂，不以战斗为唯一目的，而是传授基础的文字、算术、蓝星的基础科学常识，同时筛选出有品格、有悟性、有潜力的人，为我们，也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培养第一批心怀平等与进步理念的种子。我同意，教育也是根本，我来安排，保证是最佳人选。融合式教学方案我们已经有模板，可以快速适配。好，那么麻烦各位主管了。江兰同志，记住，还是安全第一，保障你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明白了。启蒙学堂的规矩：第一，不论出身，在这里只看你现在是谁，以及你想成为谁。第二，入学需经基本品行考察与文化测试，但测试的不是你已有多少知识，而是你的学习意愿、理解能力和一颗公正向善的心。学堂暂分3个方向：战斗应用、科研实践、培育管理。每个人可根据测试结果和自身兴趣选择主修。谢谢江兰大人，谢谢蓝星老师，我们也能学会魔法了。我们再也不用怕魔兽了，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